大家好，这是旭日梦。今天的话是2025年1月份的最新模组推荐。1月一共发布了252个模组，依然是按照新旧顺序来说。最早的模组叫做伟大导师鲍德温，可以通过占领马耳他解锁一个决议，叫做建立马耳他骑士团。建立者的宗族会获得一个名叫骑士遗产的100年增益，加威望和劫掠速度，减少登船花费，送2500宗族威望。获得马耳他王国，并且可以攒钱再成立马耳他帝国，送7500的侍剑兵，包括了5000老农、1000教团骑士、1000长矛兵、500家族禁卫。这个有个小细节啊，这个是面板更加强大的长矛兵，而不是长枪。最后是马耳他发展度加20，总体感觉呢非常像马恩岛升格决议。另外，为什么模组名字是鲍德温呢？因为决议要求你的文化是法兰克传承。主头衔是耶路撒冷王国，信基督教并且有十字军战士或者是麻风病，也就是要求你没法写，必须是鲍德温不然也不至于这么多弯绕。这个模组有汉化，整合在了集成汉化中。弱小的部落，这个模组降低了部落地产的征召兵数量，提高了城堡地产的征召兵数量。大家觉得部落太强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模组成为第1位订阅者。实用的地下建筑 GHR。这个是神陨日薄于渊的子模组，新增了一条全新的地下运输建筑线。搜索这个模组的名字加中文汉化就可以搜到汉化模组。这还是我第一个独立上传的翻译模组。另外，这个子模组的作者没有在攻防里绑定母模组，是因为这个母模组它只在 Discord 更新，大家呢需要通过 Discord 获取最新版本，或者直接通过攻防搜索神陨日薄于渊，然后根据模组描述加群获取最新的版本和汉化文件。左一的 AGOT 住宅，这个模组呢，作者的本意是做给 AGOT 的子模组，效果呢是为封建领主也提供了庄园，多了一个庄园的建筑线，但是也可以独立于 AGOT 在原版使用。实测公爵以上就有庄园可以玩了，但是呢原版的行政制庄园就不能用了，氏族制也不能用。搜索这个模组的名字加中文汉化就可以搜到汉化模组。汉化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不影响游玩。整合你的王国，字面意思就是可以将2个公国或者是王国头衔合并为一个王国。另外还新增了一项相关的游戏规则，只作用于玩家， AI 不会整合王国，汉化整合在集成汉化中。查看你侍奉的神，这个很有趣可以通过一个决议显示你的信仰体系中各个神的名字。这个模组最早发布于20年，停止更新于21年。25年1月1号，有个大佬接手更新了。汉化还是搜索模组名字加中文汉化。角色互动冒险者，这个模组也非常简单，就是可以诱见别人，然后让对方去当冒险者，还可以花钱花威望资助以提高接受度。依然是搜索模组名字加中文汉化。自建立公国也是字面意思新增了一个决议，在持有 X 块伯爵领后可以自建公国，具体的数量呢可以在游戏规则里改。这个和上面说过的那个整合王国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 AI 了。这个模组呢是可以在规则中设定是否对 AI 启用决议的。汉化整合在集成汉化中。自用作弊，这个是国人制作者的模组新增了一个只有玩家才能通过的决议，通过之后会获得一个皇冠和一个宗族增益。怎么说呢？你能想到的增益都有非常非常超模，可以订阅来爽一下。吸血鬼日记，如名字得知是一个吸血鬼风味的扩展小模组，还是吸血鬼、狼人还有巫师什么的，对吧？翻译还是搜索模组名字加中文汉化。从负债领主手中买头衔，也是字面意思就是可以买头衔。作者呢没有做任何的本地化文件，并且整个模组里也只有一个500多行的 TXT 文件模组呢封面也没有，就非常恐怖可能是没有做完，所以没有办法翻译之后再说吧。雇佣贴身侍卫，作者说他无法忍受自己的老婆孩子被谋杀，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模组可以花钱雇佣贴身侍卫也就是购买一个加阴谋阻力的 buff， 就是这样子翻译整合在了无一汉化中。
圣战永不停歇，这个模组听着就很爽了。如果战争打输了，会有停战协议，但是你在战争中打赢了，那么没有停战，可以继续打，战争永不停止。阿拉贡风味模组，字面意思啊，围绕着阿拉贡的文化，新增了一系列的风味拓展，翻译整合在了集成汉化中。接下来是一位叫做 YXHHY 的国人制作者的一系列模组，我是真的想好好介绍一下，但是描述看着实在是过于头痛了。6个模组的描述加起来有8、9千字，就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体型与肌肉调整大修啊，喜欢捏人的玩家有福了，又是一个细化捏人的模组，而且是身形肌肉的调整。这个呢，在历来捏人相关啊，都是比较空白的一块。翻译整合在了无一汉化中。教皇与总督这个模组很有趣，它为共和制与神权制添加了贵族世系和任命继承机制。神权继承权重在美德、虔诚与学识之类的，共和则是财富、技能、威望和能力之类。感觉很有趣啊，但是也很有可能会造成游戏卡顿。本地化文件夹里有简中的文件啊，并且是翻译好的。亲族加入随行人员啊，简单有趣的小模组。这个模组呢，可以允许配偶子女跟着自己参加活动，比如说宴会、旅游、葬礼和比武大会什么的。要是没有这个模组，你还真想不到这个。不需要翻译，订阅就可以用。铁骑纵横文化传统，国人作者模组。订阅之后呢，在领地传统中会出现一个铁骑纵横。简单来说呢，就是给了一大堆骑兵相关的增益啊，还有旅行速度、安全性、掠夺和行军速度之类的增益。汉文化人物外观小修，国人作者模组。该模组呢是中华传承文化的一些扩展和修改，主要是围绕着外观、服饰、发型和名字做的，并没有对游戏机制有什么改动啊，非常精巧的风味包。更多互动，新增了离间、调解、回绝3个互动，分别呢可以调解仇敌，给其他人制造世仇等等。这个模组呢也感觉挺有意思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翻译整合在了集成汉化中。KET 的宫廷职位管账吏，该模组新增了一个宫廷职位管账吏，简单来说呢就是赚钱，这个职位可以为你带来收益。KET 这个大佬作品啊都非常的棒，看到前缀有 KET 啊，怎么也得看一眼。翻译整合在集成汉化中。KET 医师拓展，这个也是 KET 大佬作品啊。该模组极大的拓展了宫廷医师的职能和治疗内容。医生终于可以给廷臣看病了啊！终于啊，翻译整合在了无一汉化中。扮演神啊，乍一听好像是一个作弊模组啊，但是仔细看描述啊，越看越有意思。这个模组呢是想要做出扮演神灵的玩法。集成汉化中的描述是这么写的：扮演人类帝皇征服泰拉吧，你可以赐予凡人无上伟力，赐予敌人恶毒的诅咒，作为真正的永生者行走大地。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翻译整合在集成汉化中，大家可以装下试着玩一下，感觉内容还是挺多的。更好的游戏体验，这个是国人制作者接手自另一位国人制作者的模组，新增了一条宗族传承，很强力啊，有各种的 buff 加持。新增了选妃和比武大会，可以招募半随机的 NPC， 随机抽奖美少女老婆和高军事高勇武的 NPC， 右键人物可以永生、离婚、治疗、诅咒和绝育。另外还整合了越是美貌胸越大越漂亮2个模组，通过选妃抽到的都有美貌特质，以上全部功能都只对玩家有效，向所有陆上邻国宣战。这个是本期最后一个推荐模组了，如果你有征服者特质可以通过决议消耗精力、威望和虔诚各1000，向周围所有陆上相邻国家宣战。老佛爷征服世界了，属于是。建议搭配之前提到的打赢战争没有填协议一起使用。对了，最后再补充一个点，魔戒的模组没有停止更新，而是换了发布项目，现在要搜索 Realm EXILE Open Beta。另外我汉化的几个模组可以在合集中搜索虚人梦汉化集就可以看到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如果对您有所帮助，请务必3连加关注。这里是虚人梦，我们下期见。